民国年间，有山称为碣山。一日天降陨石，光芒万丈，引来无数能人异士寻找。而半路之上，却遇到山鬼袭击。一行人在天师带领下寻找阿峰。老父亲看到儿子衣服，泣不成声。天师赶紧让大头带阿峰父亲先行离开。没想到大头却返回来帮忙。绿色光芒闪烁，高天武在山头尽收眼底。他决定再等一下再出手。回到村子之时，一排尸体放在地上。雪儿追问天师回来没有，他掀开白色麻布确认，天师早已身死当场。老村长来到现场，斥责众人不听自己劝说，非要去碣山。这碣山凶险异常，去碣山之人从来是有去无回，责怪天师私自带队去碣山，惹怒山神。大头直言，天师是为救孩子才去的碣山。老村长却责怪天师眼里没有他这个村长，私自行动不打招呼。雪儿当即要进山报仇，却被他父亲拦下。老村长责怪猎人当初就不应该让他把天师带到村里。一众村民也都随声附和，斥责猎人。老猎人跪倒在地，承认是自己教子无方，而天师犯下的错误他会自己承担。老猎人准备让死者先入土为安，老村长却不依不饶，责怪他马后炮。此时昏死的天师却醒了过来，看着满地的尸体，天师直接给众人跪下，他一人做事一人当，甘愿受罚。众人却说人死了，他根本担不起。高山武走上前来，看到此情此景，当即发表一番见解。既然事情都已经发生，他请众人冷静，想一下解决之道才是办法。而后指出，众人身上伤口不至于死掉，他们昏迷的真正原因是山鬼伤了这些人的元神。大家一听有些懵。高山武解释，碣山之中藏有金玉，只要杀了山鬼拿到金玉，就能够惊吓众人。大头上前质疑，高山武糊弄大家。大头手上的伤痕顿时消失，这下子众人都看傻了。红叶直言，这金玉比手杖上的陨石更厉害，只要能够集齐3颗金玉，就能够发挥最大的能量救活伤者。天师和大头当即要和他们一起前往碣山。老村长直接斥责，要是山神怪罪，他们谁都别想活。山神爷爷，您保佑我长寿村平安无事。大头还惦记着金玉的事情，而老村长只顾着祈福山神。祝我长寿村渡过难关。高山武念叨着，这个天师居然能够起死回生，手下当即会意。天师走回家中，红叶悄然跟在身后。天师身上的伤口已经痊愈，雪儿此时走了进来。他本来是想查看天师伤势，却发现天师伤口竟然自愈。雪儿以为他去找高山武用手杖陨石治好了伤势。雪儿不想天师去碣山冒险，可天师一心为了村里百姓，要帮助猎队的众多昏迷兄弟。雪儿最终生气地离开了这里，而这一切也被老猎人看在眼里。村长这里还在祈求山神保佑，也保佑山神爷爷。老猎人来看望天师，他不再阻拦天师去往碣山。在此之前，他要让天师知道一起碣山的往事。老猎人说出天师亲生父亲的死和金玉有着莫大的关系。徐成！老猎人提醒天师，他父亲徐成之所以在关键时刻抛下天师，一定有他自己的原因。而后老猎人拿出徐成留下的遗物，将其交给了天师。出事了！人没了，这可是老猎人一看伤口，判断是山鬼所为。高山武的手下也走上前，直言这山鬼已经下山了，躲着也没用。高山武趁机忽悠，他手下的黑虎团明天就要进山，年轻力壮的村民可以跟他们一起进山灭鬼。
天师和大头当然当仁不让，年轻的后生也自愿前往。清晨上路之时，村子里的汉子还是只有大头他们几个，其他的都当起了缩头乌龟。高山武骑马在前，拿出地图，向西30里，涉过水潭，穿过密林，就可以到达碣山脚下。众人依例而行，雪儿却等在路上。他倒不是来送天师，而是要和天师一道上山。天师还想赶雪儿回去，高山武却觉得人多力量大，让雪儿一起同行。天师一看也没办法，只能如此。河水清清，高山武看着眼前大雾，决定趟过这浅水滩，对面扎营。大头却奇怪，这大白天河面怎么会如此大的雾气？武爷让手下小骑过河，查探下情况。天师却突然发现水里有异常，却是水藻竟然自己能动。天师觉得不对劲，水里是有东西作怪。武爷看出这水藻是受鲸鱼的影响，才会如此怪异。武爷手杖一挥，竟然得到了一颗金玉。树林之中，众人扎营休整。天师也带上了自己父亲留下的玉佩，雪儿还以为是哪个女孩子送给他的。天师对于父亲的死也一直心藏谜团，他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在最后的时刻究竟面对着什么。武爷找到天师，对他今日的出手表示感谢。天师提出想让村民先回去，不想这些人再冒险。武爷不置可否，直言若是村民执意回村，自己不会阻拦。他让天师仔细思量一下，明日再做答复。天师来到一处洞中，周围有声音提醒他不要去碣山。他手持火把，顺着山洞前进。村民阿成已经死在当下，几名村民看后直接吓得回村。天师没有阻拦，和午夜一行人继续前进。走了没一会儿，雪儿却发现刚才一行人来过这里。众人一看，他们在原地打转。午夜拿来罗盘，指针不停晃动，试了几个方向，都是跳动不止。看来这罗盘是受了鲸鱼的影响。午夜知道他们已经进入了碣山，沿着陡峭的崖壁，一行人缓慢向前，眼看着脚底之下就是万丈深渊。行至峭壁之尾，一座地堡赫然出现。天师看到此地似乎有些眼熟，山洞之中蛛网密布，众人小心前行，里面阴森无比。天师察觉有东西过来，还好只是些蝙蝠，继续往里面走去。山洞越来越大，雪儿在地上突然发现一个水壶。午夜提醒千万别乱碰，山洞中的东西受鲸鱼影响，弄不好就有剧毒，让大家绕开行走。大头却没听劝告，直接拿起水壶，虫子却直接钻了进去。大头吓得直接跑到前面，午夜一看正是鹈鹕虫，一行人赶紧往洞内撤去。大头一听是红叶，赶紧冲了过去，总算把红叶救了过来。前方眼看就没了道路，雪儿看出前面似乎有一道门，看着机关形状，天师拿下自己的玉佩，正好与机关吻合。红叶赶紧来找五爷。几人总算进到了里面，
这地堡里面却是个军火库，吴爷直接持枪指着大头，责怪大头没听自己的劝告，乱动东西，这才导致死了这么多人。天使当然要为自己兄弟出头，面对现在这种局面，吴爷只是警告了大头一番。众人四下查看，突然血水滴落，上面的人头正是阿成，而地上也是尸体遍布。此时突然有声音传来，众人顿时陷入幻觉。吴爷提醒大家赶紧捂住耳朵，这是山鬼的迷惑把戏。而此时的大头已经把裤子都脱了下来。正在此时，山鬼驾到，几个人胆子真大，敢在军火库里面点火。吴爷大喊让山鬼出来。吴爷看到后面有一道门，众人赶紧将箱子搬开，一行人赶紧从军火库中冲出，山鬼紧随其后。众人来到另一处山洞，天使也被隔绝在其他洞中。吴爷自称等了20年，只有前面的陨石能激发晶石能量。吴爷让红叶动手，直接控制了大头两人。吴爷要杀掉大头，而后取出天使体内的晶石。正在此时，徐天石却跑了进来。吴爷佩服徐天石命硬，他直接打倒徐天石。吴爷说出20年前他和徐成一起进入劫山寻找地宫宝藏，可当日天生异象，一颗巨大的陨石从天而降。而吴爷醒过来时，却发现这里没有宝藏，而是敌人的老巢。监牢之中，他听到狱卒讲话，天降3颗陨石，徐成可以起死回生，是因为体内有1颗。吴爷谎称自己知道另外2颗在哪儿，顺手杀死狱卒，打开牢门，而后来到实验室内。徐成刚被取出晶石，吴爷最终是逃出升天，取走了从徐成体内拿出的晶石，而徐成在临死前将玉佩交给了徐天石，恩怨又轮回，居然让吴爷找到徐天石。山鬼此时走了过来，大头直接冲上前去。老天有眼，吴爷终于可以永生了。吴爷找到第3颗晶石，吴爷可就差一步。大头推开2人，向着山鬼冲去。此时地上幻象产生，却是徐成的虚影。徐成说起20年前陨石落在他们父子身上，敌人从徐成体内取出晶玉，正好被高山武杀死。在最后一刻，他将孩子救出，托付给了老猎户，而后被山鬼所杀，晶玉却把他的魂魄留下。徐成让儿子赶紧离开这里，雪儿拉着天使跑出了地堡，最终夫唱妇随，过起了平凡的生活。这就是长寿村山鬼传说。